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趙麗穎回應客串仙俠劇《逍遙》，約已赴，夢未遂，情意在。趙麗穎回應客串仙俠劇《逍遙》，約已赴，夢未遂，情意在一場跨越10年的雙向奔赴。12月26日，一張角色海報在微博悄然釋出，卻在數小時內點燃了整個網絡。海報中，趙麗穎一襲玄黑長袍，紅瞳如焰，眉心朱砂宛若裂痕，冷冽而危險。她只用了一句簡短卻意味深長的文字回應：約已赴，夢未遂，情意在，仙君飛升吧，我是最棒的。雙引號。這一刻，關於友情、承諾、角色突破與創作出新的討論，被同時推上了輿論的高點。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客串，也不僅是一場粉絲狂歡，而是一段橫跨10年的創作約定，在時間深處終於落地生根。時間回到2015年，那一年，趙麗穎與導演徐紀周合作諜戰劇《胭脂》，正值她事業上升期的關鍵節點。殺青當日，徐紀周送給趙麗穎一句話，出自《愛麗絲漫遊仙境》：所有最棒的人都是這樣。雙引號。這並非一句隨意的鼓勵，而更像是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認可。演員與導演在創作中遇見真正的同頻者，是一種難得的幸運。當時，徐紀周也順勢提出了一個近乎玩笑的約定：以後再合作一次。雙引號。10年過去，娛樂圈更新換代迅速，這樣的口頭約定往往隨風而散。然而，這一次，他被鄭重地記住了。當仙俠劇《逍遙》籌備進入關鍵階段，徐紀周再次聯繫趙麗穎，提出邀請。但這一次，趙麗穎的身份早已不同，她是85後女演員中少數完成從流量花到實力派轉型的代表人物，檔期緊張，商業價值穩定，早已不需要通過客串來證明曝光。然而，她答應了。不僅答應，還主動為劇組調整檔期，在2次延期開機中全力配合。不僅如此，他還象徵性收取片酬，之為兌現當年的承諾。劇方最終將他的身份定位特別友情出演。在高度商業化的影視行業中，這樣的選擇幾乎是一種反邏輯的存在。趙麗穎在《逍遙》中飾演的角色名為歲夢仙君。表面上，她是濟世醫仙，懸壺三界，實際上卻是操控三界紛爭的幕後黑手，是將秩序與痛苦視為必經之路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她的一句台詞成為預告片中最令人不寒而慄的瞬間：我想讓三界記住疼。雙引號。這一角色與趙麗穎以往塑造的正面女性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不再是逆境成長的少女，也不是隱忍堅韌的母性角色，而是冷靜、自知，甚至殘酷的反派存在。儘管戲份僅有3分鐘，但從敘事結構上看，歲夢仙君幾乎是整部《逍遙》的精神暗合。為了貼合歲夢仙君的冷冽氣質，趙麗穎在進組前進行了近乎角色實驗室的準備，減重8斤，讓面部線條更加鋒利，調整站姿與行走方式，刻意削弱女性柔軟感，控制語速與音調，用停頓制造壓迫，通過眼神完成悲鳴偽裝音質很厲的瞬時切換。玄黑袍服、紅瞳特效、朱砂裂紋並非單純的視覺噱頭，而是角色心理的外化呈現。一個已經破碎卻仍執念於重塑世界的存在，在短短幾分鐘內完成如此多層次的表達，對演員的控制力提出了極高要求。在已經釋出的片段中，最受關注的一幕，莫過於趙麗穎與譚松韻的崑崙虛對決。一個是以秩序之痛為信仰的歲夢仙君，一個是代表人間情義的核心女主。兩種價值觀的正面衝撞，
讓這場對手戲在尚未播出前便被觀眾預定為年度名場面。這也讓人看到，真正有力量的女性對手戲並不依賴情感糾葛，而來自信念衝突本身。隨着話題熱度飆升，網絡上也開始出現不實傳言，趙麗穎擔任逍遙監製戲份長達30分鐘等消息迅速擴散。對此，逍遙劇組第一時間發布聲明澄清，趙麗穎僅以演員身份出演，未參與任何幕後制作，戲份嚴格控制在劇情需要範圍內。這種及時、明確的回應，也從側面印證了此次合作的純粹性。這是趙麗穎時隔3年再次出演仙俠題材，且是反派角色。不同於早期仙俠劇中篇幅浩化的善惡設定，歲夢仙君更接近當下觀眾熟悉的灰度人物。他並非為惡而惡，而是堅信痛苦是通往新秩序的唯一道路。這類角色恰恰是成熟演員最具吸引力的試金石。12月27日，逍遙將於央視8套午間檔12點42分播出，並在愛奇藝、優酷同步上線。3分鐘的戲份能否留下10年的回聲？一次友情的兌現能否成為行業中罕見的佳話？或許正如趙麗穎所說：“約已赴，夢未遂，情意在。”真正珍貴的從來不是戲份多少，而是有人願意在時間盡頭認真赴約。從傳播學角度來看，趙麗穎此次客串之所以能引發破圈式討論，並非單純因為她的國民度，而在於這次亮相同時滿足了觀眾多重情緒需求。首先是兌現承諾的情緒投射，在一個充斥着解約、塌房、翻臉的娛樂語境中，10年前的約定被認真對待本身就足以構成強烈的情感加分項。觀眾並非只在看角色，而是在觀看一段被完整保存下來的信任關係。其次是短而精的審美逆反，當下不少劇集動輒40集、50集，角色堆疊卻難留記憶點，而歲夢仙君的出場反而以極度克制的篇幅制造了強烈餘震。這種有限敘事讓觀眾產生參與感，主動去補完人物背景與心理動機。第三是反派女性角色的稀缺性，她並非工具型反派，也非情感犧牲品，而是擁有完整價值觀與行動邏輯的理念型角色。這一點精準擊中了近年來觀眾對女性角色複雜化的期待。從角色配置來看，歲夢仙君並不是一個可以隨意替換的功能型人物，她身上同時承載着3種隱喻。其一是理想破碎後的理性極端，她曾相信濟世，相信修復，卻在長期失敗後走向控制與清算。這種轉變需要演員本身具備可信的善意底色，否則前後邏輯難以成立。其二是女性權力的冷面表達，她不依靠愛情驅動，不以情緒失控推動劇情，而是以極端冷靜的方式執行自己的世界觀。這種權力表達方式在女性角色中仍屬少見。其三是成熟演員與成熟角色的互證。歲夢仙君的魅力不在於她做了什麼，而在於她為什麼這麼做。這恰恰是只有經歷過角色積累與表演沉澱的演員才能穩穩拖住的部分。換言之，這並不是趙麗穎來演這個角色，而是這個角色需要趙麗穎此階段的狀態。如果回看趙麗穎近幾年的作品軌跡，會發現一個清晰轉向，她正在逐步減少絕對主角的執念，轉而關注角色在整體敘事中的結構價值。歲夢仙君正是這樣一個結構節點型人物，他不是敘事中心，卻是邏輯引擎。他不推動情節數量，卻決定情節走向。他不陪伴觀眾最久，卻最容易被記住。這種選擇意味着演員已經從我要被看到，轉向我要留下痕跡。在一個高度依賴番位與戲份的行業中，這是難得的成熟信號。長期以來，
仙俠劇常被視為現實壓力的逃避出口。飛升、轉世、戀愛、宿命構成了一套穩定但逐漸疲勞的敘事模板，而逍遙中歲夢仙君的存在，恰恰代表了一種新的嘗試方向，將現實議題移植進幻想結構之中。他所堅持的以痛止亂、以秩序換安定，本質上是現實世界中反覆出現的治理困境。他的失敗也並非因為不夠強大，而是因為世界從來不存在單一正確解法。這種價值討論讓仙俠不再只是好看，而開始具備可討論性。值得注意的是，趙麗穎此次並未提前進行任何大規模宣傳，沒有路透營銷，沒有反覆熱搜預埋，一切幾乎都在角色海報釋出後自然發酵。這背後實則是一種長期建立的觀眾信任機制。他的角色選擇通常有明確邏輯，他的表演很少依賴外部話題，他的職業路徑相對穩定且可預測。當觀眾意識到他不會隨便出現，那麼每一次出現本身就成為一種信號。在聲明中，劇組特別強調趙麗穎未參與幕後制作，這看似只是闢謠，實則意義深遠。他清晰劃定了3個邊界：友情不等於干預創作，演員身份不自動升級為權力角色，支持作品不意味着模糊分工。在當前行業中，這樣的邊界感反而顯得稀缺。3分鐘之後，他留下些什麼？當歲夢仙君完成他短暫卻鋒利的出場，留下的並不僅是一個角色，他留下的是一次對承諾的認真對待，一次對反派女性可能性的拓展，一次對戲份不等於價值的有力證明。也許多年後再回看《逍遙》，觀眾未必能記住所有情節，但大概率會記得那個站在昆崙虛風雪中的身影。結語：約已赴，夢未遂，情亦在。這並非一句浪漫修辭，而是一種極為稀少的行業態度。在時間不斷加速的娛樂工業裡，有人選擇快速兌現熱度，也有人選擇慢慢完成承諾，而後者往往走得更遠。